回到节目，要告诉大家，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只是在科技这个领域啊，在金融更是啊。我们要聊的是稳定币。最近各国呢纷纷有意开放稳定币的推行，包括台湾这边呢也看到尽快打算要跟进。玉山科技协会理事长，也就是和硕的董事长童子贤，他对于稳定币跟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啊，他倒是有比较不一样的看法，他持保守看待。那他特别以南海泡沫危机，还有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事件作为例子啊，提醒大家，稳定币恐怕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好，回到稳定币本身来看呢，这个美国的 Genesis 法案呢，把稳定币还有美债是绑在一起。那么过去呢，稳定币多半是被认为说是加密货币市场当中的工具型的资产。但是随着这个法案的落地呢，它的角色发生质变啊，稳定币不再只是交易的媒介，而是逐渐成为了美元的数位形态。这是金融相关的专业，请教一下，专业的安雅老师，这个稳定币啊，现在大家在看是说，它有办法改变整个全球支付的交易体系吗？因为最近也有媒体也报道说，未来只要是你可以去支付的，包括什么学费啦、什么相关的生活费用，你都可以用稳定币来支付。包括连现在企业之间做的这个贸易啊，也都有买方要求卖方是用稳定币啊来做交易。好，那这个体系会怎么改？第一个，这是一个美国独强的一个结果哈。第一个，我们把它分成境外的美元跟境内的美元。境外美元的稳定币，就本来美元就在市场上在流窜，包括有黑色交易等等。那基本上你等于说是从实体的美元变成上一个 grid， 那基本上所有的交易反而可以被 monitor。那当然，如果有一些不对的交易的时候，随时可以把它 cut off。但是事实上，本来就有在交易的行为，它自然在境外只是把它电子化，在境内的话，当然会变成一个监管。那所以境外是不 guarantee， 境内会是高度监管，很安全。但是最终稳定币它还是要去流到 US Treasury。那 US Treasury 的话，基本上就是等于说某种程度来，世界的财富被收刮进来，就是说世界上本国的货币，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grid， 会跑到上一个 grid， 跑到美元系统里头。所以美元从以前的黄金美元是个库存的概念，到所谓石油美元是个流通的概念，转到数位美元，它基本上是个数字的概念。美国连印钞机都可以省掉了，可以维持绝对的美元霸权。而这个概念又是什么概念？就美元以前它是要一个 wholesale 的概念，央行 institution 去买 US Treasury，现在是个 retail 的概念，全世界的人只要你有办法开到户，你基本上就有办法 access 到美国的国债，所以美国国债永远不可能倒。为什么？因为就像 California Hotel， 你把钱进去的时候是小钱进去，你要钱出来回到实体的时候，你是要大钱才能出来，那门槛对你来说，一般人不会想去做这个事情，所以 check in 进去容易 ，check out 出来比较难，所以它维持到绝对的美元霸权。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稳定币就是解决了美债的风险跟问题。可是现在看到这个全球很多地方都开始在往这个方向去推，就是推这个稳定币。你刚刚特别提到，其实它的目的还有一个背后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霸权，是这样的。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掉下来？就是说，美国 QE 之后的时候，财政部发美国国债，这个美国央行自己买就好，他根本不需要中国央行去买，他根本就把中间的这个循环就把它踢掉了。现在我们用这个所谓的稳定币。那美债发了，全世界的人民可以去买，全世界的实体货币输入到美国的数位美元，再流向到美国的公债，美国再也不需要世界的央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之前聊到稳定币的时候，我特别，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有曾经提到说，稳定币未来有可能变成是美债的最大买家啊。哇，这不得了！因为现在这个最大买家是中国大陆嘛，对不对？那所以美国的财政部长就是 Bessent， 他也曾经公开表示说，稳定币能够新增3兆美元的美债买盘哦。台湾的媒体财讯就分析说呢，有一批这个国家，比如说他们的通膨比较严重，货币不稳啊，所以他们人民就赶快想要买这个美元来保护资产。像是奈及利亚、阿根廷、土耳其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呢，当这个货币的不稳定的时候呢，赶快把手上
自己国家的货币赶快换成美元来保值。那这些经济体的 GDP 加总起来，大约算了一下是9兆美元。还有，如果再加上规模庞大的黑市交易，每年它的市场规模大概是有21兆美元哦。这些恐怕都是美元稳定币的最大的爱用者。所以，关于创造美债新需求这件事情，大使怎么看？对，其实美元还是大，它的信用还是它的流通性，它的信用还是相对上是国际上各种这种法定货币最高的嘛。那刚刚这个安逸讲得很清楚啊，你现在就是说你一般要取得美元哈，那还有大量的美元的话，你过去还有美债的话，你可能就外国的购买来讲的话，它不是那么容易。就美国本地国内市场，因为美债很多还是美国的这些投资者美国人在买的。那你外国人你要取得美金哈，你要取得美债或者你要购得啊，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可是你现在透过这个哈所谓的数位化的方式取得的话，那你的那个方式，那你的那个中间的这个手续简单的多了。你要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你要拿到美金，你要跑黑市去买啊。对不对？黑市价格、反正价格不是那么容易啊。可是你如果在线上，你透过这个数位的方式来取得这个美金化，又有美金的，美国现在的这个稳定币又是用美金做什么法定货币作为担保，它是1:1的。所以呢，就变成你可以免除很多中间的剥削，黑市的剥削。所以我认为，当然就是说它的便利性强啦。那本来这些国家很多国家，它自己的政治不稳定的时候。他们这些有钱人或者想要逃难人，第一个就是要拿美金哈，对，全世界只认美金哈，不要不然就拿黄金啊，黄金的兑现率可能它流动性还没有你这些美金那么方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吸收这些外资哈，外国人哈，那么外国的需要的人不是机构性的了，甚至是个人性的哈。他都把他的管道，他把他管道把它变得门槛变得非常低，管道非常的方便，所以你说会不会增加美债的这个美元的这个流通性，美元的这个使用的量，当然会大量增加。所以大使刚刚点到了一个风险的问题啊，因为有机会也一定有风险啊，所以从风险这个层面角度来思考的话，安阳老师，因为创造许多国家美债的需求，然后用稳定币去买美债，那会不会也增加了更多的干预？好，但是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其实它的那个监管是非常的严密的哈，这中间这个关联性怎么看？有境外跟境内，境内美国要保护美国人民，境内要高度监管。境外本来美元就有黑市在到处乱窜，有卖毒的，卖什么的东西。那今天这些本来就是用纸钞在流窜，你现在反而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上线了以后，那随时他们还可以继续流通。可是本来是用美元的纸钞在窜来窜去，现在是上去，你看得到这些交易，随时你今天想要停止那个行为的时候，你还有非常好的手段可以停止它。所以境内跟境外不一样，但是最终即使它在流窜，如果它是维持美国国债的流通性。黑市永远存在，不会改变它。你的意思就是说，钱不管是黑的白的，反正它都是钱，对不对？它是在市场上面流通，维持它这个货币的霸权，这是美国最想要达到的目的。我的意思是说，黑市的存在它永远会存在。那黑市变成白市，这个过程是白市决定你要多少变成白市。那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反而现在因为数位的手段，你还有机会不断 control 了白市，也 control 了黑市。这就是一个 money game， 一个金钱游戏的结构哈。那 Ross， 你觉得哈？因为现在当然美国不断去推稳定币，然后虽然看起来似乎是正面多于负面，可是呢，大家也在讨论是它的风险，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大陆这边呢，人民银行则是重申仍旧是坚持对虚拟货币的禁止性政策。对于这个虚拟货币，中方反而是比较持保留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啊，而且还强调会持续的打击虚拟货币相关非法的金融活动，特别就点明了就是稳定币有风险的。中国大陆的央行人民银行呢也指出呢，所谓的虚拟货币并不具有
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也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所以对稳定币的态度，北京方面是希望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互动，来看待，或者是说北京其实也希望能够打出他们自己打造的一条虚拟货币道路。目前对虚拟货币的态度是非常强硬，这个短期之内不会改变了。但是这个对虚拟货币的态度是不同对稳定币的态度一模一样。所以或许以后还是会有国内的中国大陆国内的稳定币，这个应该会有了，这个时间的问题了。很多人认为这个不管是虚拟货币或稳定币的，它本身是为了要绕传统的金融体系，包含主管机关的控管。但是中国人口那么大，其实很多人会为了方便用一个稳定币，其实是还是有透过传统的金融体系，或者还是在中国主管机关的控管监管的范围之内，很多人还是会使用了。所以如果以后中国有稳定币的话，我相信还是会，第一很多人会使用，而且很有可能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付款平台。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最近10年之内，从付现换成线上付款，对不对？用各式各样的电子支付，对，电子支付了，这是中国人的接受度是又快又高了，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有稳定币的话，我相信在中国会非常非常成功的，但是还是会在主管机关的能够监督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这个不会放弃了。当然，中国主管机关不会放弃。所以它会有一个中国版的，就是 for 中国版未来的稳定币的自己自有的一套区块链的这样的一个 system，一个 ecosystem 生态体系。是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搞好中美关系的话，可以请川普家族来帮忙，因为他们今年也是投资各式各样的货币企业，对不对？所以可以请川普几个儿子来帮忙啊，这个川普会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就可以赚一笔，不是吗？是不是这样的？川普一直认为赚中国的钱也是 OK 了。OK，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监管，因为这个虚拟货币其实最为人诟病的，也就是特别是境外这一块的啊，境内的像包括美国内，刚刚特别提到是可以这个监管的比较严格一点，可问是境外的你管不到的话，可是如果两相比较，中美的在境外这一块的监管，应该中方确实是比美方要能够有效率的多吧？但是美国也是有所谓的 long arm， 对不对？所以其实美国很多境外的交易，美国还是在看，对不对？尤其是最近几年也有几个例子，就是虚拟货币的平台，只要有一点点有 touch 到美国啊，那美国司法单位还是会去追了。所以其实美国也是有这个概念了，以后也不会放弃了。OK， 好，等一下回到节目呢，我们就要来聊哈，因为现在世界变化的非常的快速，最近呢，大家也在检讨的是美国跟欧洲的关系是不是生变了？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